2026年已然过半，这个在无数预言中被反复提及的年份，正以一种让人坐立难安的方式缓缓展开。从年初开始，太阳黑子异常活跃的报告一篇接一篇，极地冰川加速融化的画面触目惊心。中东的战火从未真正熄灭，而那些来自世界各个角落，连科学家都说不清楚的天象异变，更是一桩接着一桩。就在今年2月1日到2日，一颗编号4366的巨型太阳黑子连续喷发出4次 X 级耀斑，其中一次 X8.1 级的强度是自2024年10月以来最强的。整个南太平洋的短波通讯陷入瘫痪，科学家甚至把它和1859年那场差点让文明倒退的卡林顿事件拿来比较。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古老而恐怖的词忽然又在网络上疯传起来——3天黑暗。有人说这只是网络时代的又一场阴谋论狂欢，有人说这是教会为了收拢信众而编造的恐吓故事，也有人说这是外星文明对地球的最后警告。可当你把旧约圣经里摩西十灾的记载、耶稣受难时天地昏暗的场景、18世纪罗马神秘主义者安娜·玛利亚·太极修女的秘密意象、诺查丹马斯留下的4行诗，还有东方那本千古奇书《推背图》的第46项，一个个摊开摆在桌面上时，你会发现这些相隔数百甚至数千年，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预言者们，居然都指向了同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一场覆盖全球、连续3天3夜的绝对黑暗将会降临。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谜。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被称为天主教会最大秘密之一的古老预言——3天黑暗。我们将一起回到3500年前的尼罗河三角洲，看看那场让整个古埃及帝国跪下的黑暗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将回到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看看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刻，为什么从正午开始整个大地会突然陷入3个小时的昏暗。然后我们会走进一位19世纪罗马贵妇的厨房，看看她究竟看到了什么惊世骇俗的未来。最后我们会把目光转向东方，看看推背图第46项的暗暗阴霾，是不是也在诉说着同一个警告。而贯穿始终的那个问题是，2026年真的会是那个关键的节点吗？要聊3天黑暗，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个预言到底从哪里来。在天主教传统里，3天黑暗这个概念的集中爆发是18、19世纪之交的事。那时候欧洲刚刚经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拿破仑战争的动荡，整个基督教世界陷入一种巨大的不安。就在这个时候，一批又一批的神秘主义者、圣徒、见证人忽然开始说出非常类似的内容。他们看到未来某一天，整个地球将被一种无法用任何人造光源穿透的黑暗笼罩，持续整整3天3夜。但其实这个预言的真正源头远比这些中世纪末期的修士修女们早得多，它深深地扎根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当中。很多人可能不记得了，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时候，上帝降下的第9个灾难就是整整3天3夜的浓厚黑暗。出埃及记第10章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有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于是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大家读到这一段，会不会觉得画面感极强？在那3天里，埃及人被困在自己的屋子里，谁也不敢动，因为外面是一种摸得着的黑暗。这4个字，摸得着的黑暗，实在太诡异了。这不是普通的夜晚，不是月食日食那种可以用灯火驱散的黑暗，而是一种连光线本身都无法穿透、近乎物质化的存在。更诡异的还在后面，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这意味着同一时刻、同一片土地上，有些人家里是明亮的，有些人家里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这已经完全不是自然现象能解释的了。我们先按下圣经的描述部表，看看现代科学家是怎么看待这段记载的。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就有一批科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出埃及记里的10灾并非神话，而是一连串自然灾害的连锁反应，被宗教化叙述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理论是1960年代由考古学家查尔斯·佩莱格里诺提出的希拉火山爆发假说。
希拉火山，也就是今天爱琴海上著名的观光景点圣托里尼岛。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这座火山发生了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之一。科学家估计，那次爆发的能量相当于几百颗广岛原子弹同时引爆，喷出的火山灰柱高达数十公里。更惊人的是，考古学家后来还在古埃及的拉美西斯遗址附近真的挖出了属于圣托里尼火山的浮岩碎片。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年那场爆发喷出的火山灰真的飘越了整个地中海，抵达了尼罗河三角洲。火山灰遮天蔽日，让白天变成黑夜，让阳光无法穿透。而且火山灰中富含的硫化物降落到尼罗河里，会让河水变红，就像血一样。大量死鱼腐烂，又会让青蛙被迫离开水源，苍蝇蚊虫爆发，牲畜染疫，人体生疮。于是我们看到摩西十灾里面从水变血到蛙灾、蚊灾、蝇灾、畜疫、疮灾、雹灾、蝗灾，再到3天黑暗，似乎真的可以用一场跨越地中海的巨大火山灾变来解释。听上去是不是很完美？科学取代了神迹，理性战胜了迷信。可问题来了，圣托里尼距离埃及超过800公里，就算火山灰真能飘那么远，厚度也会非常稀薄。要让整个埃及连续3天看不到太阳，甚至让人完全伸手不见五指，这需要的火山灰浓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有记录的火山爆发在同等距离上造成的影响。更致命的一个矛盾是，出埃及记清清楚楚地写着，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火山灰不会挑人。他不会说你是埃及人我就盖你，你是以色列人我就放你一条生路。这种选择性的黑暗完全超出了任何自然现象的解释范围。还有第3个问题，如果真的是火山灰遮天蔽日，那么3天之后灰尘不会突然消失，火山灰带来的阴霾通常会持续好几个月甚至几年。15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爆发之后，整个欧洲都陷入无夏之年。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阴霾影响全球气候长达3年，但圣经里的描述非常清楚，就是精确的3天，3天一过，阳光立刻恢复。这种精准度哪是自然现象能办到的？于是问题又被抛了回来，如果这真的只是火山爆发，那为什么连古埃及自己的文献伊普卫的劝告中也记载着类似的灾变场景？为什么一个遥远的发生在3500年前的叙述会被后世一批又一批的神秘主义者反复在意象中看见？为什么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同样的细节，持续3天，无法用人造光驱散，外出即死？如果这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某种在时间长河中反复出现的模板呢？这就要说到耶稣之死了。在基督教传统里，除了摩西十灾之外，还有一次极为著名的黑暗事件，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3本对观福音书里面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用现代时间讲，就是从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3点，整整3个小时，整个耶路撒冷乃至周围很大一片区域突然陷入了白昼的黑暗。这件事情在历史上留下的记录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丰富。2世纪的基督教护教者特土良就说，这件事被记载在罗马的档案当中。更有名的一份记录来自公元1世纪的萨摩西城历史学家塔路斯。塔路斯在他的历史著作第3卷中提到，公元33年前后的这次黑暗是日食所致。另一位希腊裔历史学家弗勒贡也写过，在罗马皇帝提比略统治的第4年，也就是公元32年或33年，发生过一次非常奇异的日食，黑暗中还伴随着剧烈的地震，使小亚细亚半岛上许多房屋倒塌。但这里出现了一个致命的天文学问题。根据犹太历法，耶稣受难发生在逾越节前夕，也就是犹太历尼3月14日，而逾越节这一天，按照犹太历法的规定，必定是满月之日。大家想想，月亮要挡住太阳形成日食，月亮必须走到太阳和地球之间，那一刻月亮是没办法被太阳照亮的，也就是新月而非满月。所以在满月的逾越节当天，从天文学上讲，根本不可能发生日全食。而且还有一个更难解释的问题，日全食的时辰阶段
最多不会超过7分42秒。即使加上部分时相的时间，整体日食过程能见度明显降低的时间，也远远不可能持续3个小时。而圣经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整整3小时的黑暗，所以耶稣受难时的这场黑暗既不是日食，也不是月食。牛津大学的科林·汉弗莱斯和沃丁顿2位学者曾经尝试用月食来解释，但很快就被历史学家亨尼格和天文学家布雷德利谢服驳斥。理由很简单，月食在白天是看不见的。还有学者尝试用沙尘暴或者严重阴雨天气来解释，但是福音书里的描述是，从中午12点开始，光线突然消失，然后整整3个小时伸手不见五指，到下午3点光线又突然恢复。这种边界极为清晰、时间极为精确的光线变化，根本不符合任何自然气象现象的特征。更有意思的是，公元2世纪的撒迪斯主教莫利多在他流传下来的残篇中写道，这场黑暗发生时，连人们的影子都消失了，石头被劈开，海洋暂时停止了它的潮汐。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光线变化，而是一种涉及整个物理世界秩序的紊乱。公元3世纪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塞克斯图斯·朱利叶斯·阿弗里卡努斯在他的编年史中也引用了塔路斯和弗勒贡的记载，并对当时流传的日食解释提出质疑。他说，如果犹太人在尼散月14日守逾越节，而逾越节必定是满月，那么说这场黑暗是日食，根本就是违背天文常识。阿弗里卡努斯的这段文字是早期基督教世界第一份公开否认自然解释的专业论述。一个信徒在尚未有哥白尼、伽利略的年代，就能凭着对天文周期的基本认识，断定这场黑暗无法用任何一种普通的天文现象解释。这样的历史证据累积起来，让很多严肃的历史学者不得不承认，无论耶稣受难这件事情本身在神学上如何解读，当时那个时代的希腊、罗马、犹太地区确实在公元33年前后经历过一场异常的、大范围的、不明原因的长时间黑暗事件，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难以解释的谜团。于是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和摩西十灾同样的困境，一场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的超自然黑暗，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人类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出埃及是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建立民族、领受律法的转捩点，而耶稣受难则是基督教诞生、西方文明轴心重置的决定性时刻。每一次伟大的神圣事件发生前，都伴随着这种反常的物质化的黑暗。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历史的规律真的如此，下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来临之前，我们是不是也会再次看到那种摸得着的黑暗？这就是那些中世纪末期的圣徒、神秘主义者们反复强调的内容。他们看到的未来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另一场与出埃及、与钉十字架并列的改写人类命运走向的巨变。让我们把场景拉到18世纪末的罗马。1769年，意大利锡耶纳附近的一个普通人家里，一个叫安娜玛利亚·吉南妮提的女婴出生了。她从小家境贫寒，6岁就跟随家人搬到罗马，做过各种杂役。她的父亲路易吉是一位失业的药剂师，母亲玛利亚则靠缝纫补贴家用。20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在巴尔贝里尼家族做仆役的男子多米尼克·泰吉，从此冠夫姓，成为后来名震整个天主教世界的安娜玛利亚·泰吉。这位泰吉夫人是一个极为低调的家庭主妇，她一辈子生了7个孩子，照顾一个脾气暴躁的丈夫，一个年迈的父亲，每天操持家务、烧饭洗衣，从来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极为普通的罗马妇人，却从某一年开始被整个天主教会列为可能是19世纪最重要的神秘主义者之一，并在1920年被教宗本笃15世册封为真福。原因是他拥有一种被称为神秘太阳的意象能力。根据他的神师萨尔瓦托雷神父的详细记录，泰吉夫人从某一天起，眼前忽然出现一个永远悬浮在半空中的金色太阳。这个太阳只有他自己能看到，别人看不见。但最惊人的是，这个太阳是一个可以显示任何他想知道的讯息的神秘荧幕。想看远方某个人现在在做什么，太阳里就会显现那个人当下的画面。
想知道某个已故之人灵魂的去处，太阳里就会显示那个灵魂的状态；想知道未来的事情，太阳里就会显示未来的场景。他曾经准确预言了拿破仑的覆亡、多位教宗的人选，以及19世纪欧洲大大小小的政治动荡。正因如此，当时的红衣主教甚至教宗本人都曾经私下向他请教。历任3位教宗庇护7世、良12世、额我略16世都曾派遣使者上门拜访这位住在贫民区的罗马妇人。但让太极夫人真正名垂天主教史的，不是这些小规模的预言，而是他在这个神秘太阳中看到的关于世界末日前夕的惊人异象。根据记录，他看到上帝将用2种方式惩罚世界，第一种是战争、革命以及其他各种人为的灾祸，这些将从地面而起；第二种则是从天而降。他说，届时整个大地将被一种极为浓重的黑暗所覆盖，持续3天3夜。在这3天当中，人们将什么都看不见，空气中弥漫着瘟疫，主要夺走那些与宗教为敌的人的性命，但也不仅限于他们。他特别强调，在这3天里，任何人造的光源都将失效，无论是电灯、油灯还是火把，都无法驱散这种黑暗。只有一种东西能发光，那就是经过神职人员祝圣过的蜂蜡蜡烛。如果有人出于好奇，打开窗户向外看一眼，或者离开家门走到外面，他将会当场倒下死亡。在这3天里，所有人都应该待在家里，诵念玫瑰经，祈求上帝的怜悯。这段描述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出埃及记摸得着的黑暗、选择性的光明、人造光源失效？只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只有祝圣过的蜡烛能发光。3500年前的文字和19世纪罗马一位家庭主妇的意象，居然在核心细节上高度吻合。更诡异的是，类似的内容还不止太极夫人一个人说。在她之前的真福伊丽莎白·卡诺里莫拉，一位比太极夫人早20年出生的罗马贵族遗孀，就曾经在多次异象中看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卡诺里莫拉描述道，他看到大地将陷入一种浓稠的、仿佛有形体的黑暗，之后会有一道灿烂的光辉从天而降，宣告上帝与人类的和解。而在3天黑暗结束之后，那些在灾难中保持信仰的小羊群将从藏身之处走出，重建被摧毁的世界。在太极夫人之后的19世纪，法国神秘主义者玛丽朱莉亚·汉尼修女，以及同时期的另一位意大利神秘主义者帕尔玛修女，也都在各自独立的意象中看到了极为相似的画面。3天黑暗，蜂蜡蜡烛，禁止外出，瘟疫在空气中蔓延，世界的敌人将在这3天内被一扫而空。20世纪则有备受争议但仍被广泛引用的圣庇奥神父预言。圣庇奥，也就是皮耶特雷尔齐纳的圣庇奥神父，是20世纪最著名的天主教神秘主义者之一。他因身上出现5伤圣痕而被称为当代的圣方济。有一封被称为1950年1月28日书信的文件，据说出自他的亲笔。信中写道，要把你的窗户全部遮严，不要向外看，点燃一支祝圣过的蜡烛，它将足以在多日中提供光明。要诵念玫瑰经，要做补赎，要张开双臂祈祷，或者俯伏在地上祈祷。自然界的力量将会动摇，一场火雨将使人们为之颤抖。虽然圣庇奥神父所属的方济会加布浅会后来澄清说，并没有找到这封信的原件，并否认这是圣庇奥神父的作品，但这封信的内容与其他神秘主义者的意向如此一致，使得他即便身份存疑，也依然在天主教世界广为流传。除了这些被写入天主教圣徒名录的主流神秘主义者之外，20世纪还有几起至今未被梵蒂冈正式认可，但影响极为深远的显现事件，同样指向类似的末世场景。第一件是1917年的葡萄牙法蒂玛圣母显现，3位牧童露西亚、方济各和雅辛达在那一年的5月到10月间连续6次看到圣母玛利亚的显现。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10月13日那一次，在约7万名围观者面前，太阳开始旋转变色，并向地面冲来，许多见证者惊恐跪地。事件过后，地面从原本的雨水泥泞中迅速干透，这就是著名的太阳奇迹。法蒂玛圣母留给世人3个秘密，前2个秘密已经在20世纪被公开，分别预言了第2次世界大战与苏联的崛起与衰落，而第3个秘密一直被梵蒂冈密封，
直到2000年才部分公开。公开的内容中描述了一位白衣教宗在一座残破的城市中倒下，以及整个地球被某种巨大灾难震撼的景象。但许多天主教内部研究者坚信，公开的第三秘密并不完整，梵蒂冈扣留了其中最黑暗的部分，而这部分据信就与3天黑暗有关。第二件事情是1961年到1965年发生在西班牙北部小村庄加拉邦达尔的显现事件。4位年轻女孩在那几年间多次看到圣母显现，并接收到预言讯息。其中最具争议的一条是，未来将发生一次全人类同时体验到的警告事件，之后不久会有一个大奇迹降临加拉邦达尔，而如果人类不悔改，一场可怕的惩罚将会来临。这场惩罚的描述与其他预言中的3天黑暗高度相似。第三件则是从1981年开始，直到近年仍在持续的波斯尼亚莫主戈耶显现事件。6位见证人声称圣母每天向他们显现，并透露了10个秘密。这些秘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被完整公开，但几位见证人都暗示过，其中包含着对世界性大灾难的警告，特别是一场即将降临的3日黑暗。大家发现了吗？从18世纪到21世纪，几乎每隔几十年就会有新的神秘事件冒出来，敲打人类，提醒人类那个被遗忘的末日预言。而且所有这些描述中最让人背脊发凉的一点是，这些预言者互不认识，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甚至使用不同的语言。他们之中有贫苦的家庭主妇，有贵族遗孀，有修道院里的修女，有身负圣痕的神父，也有放牛的小孩和山村少女，但他们看到的场景却如此一致，这是集体幻觉，还是某种真实存在的未来讯息？通过不同的管道反复向人类发出警告。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天主教会官方对这些所谓的预言并没有盖章认证，梵蒂冈对于私人启示一向保持谨慎态度。而且现代研究者也指出，太极夫人的这段3天黑暗的完整版本最早的书面记录是在1873年，距离她去世已经过去30多年，其中是否有后人添加润色的成分，至今仍有争议。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很难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这个预言无论真假，已经在天主教会内部流传了2个多世纪，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描述的细节与现代科学能够想象到的一些极端灾变场景居然越来越接近。比如说，在太极夫人所处的18、19世纪，科学家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日冕物质抛射，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地磁暴、电磁脉冲、全球停电。那个时代的人根本无法想象一场能让所有电力设备同时失效，所有现代光源全部熄灭的灾变。但今天的我们知道，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那场由一次超强日冕物质抛射引发的地磁风暴，让当时全球的电报系统瞬间瘫痪，电报员被电弧击伤，纸带起火，夜空中的极光甚至亮到可以在户外阅读报纸。而那个时候的人类文明电气化程度还远远不及今天的1/1000。根据欧洲太空总署和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最近几年的联合模拟推演，如果今天再发生一次卡林顿级别的太阳风暴，卫星可能几乎全部被摧毁，全球电网可能要花10年以上才能恢复，整个现代文明将瞬间倒退100年。更让人紧张的是，天文学家的最新研究估计，类似规模的超级太阳风暴在每一个10年区间的发生几率并不是0。2012年7月，一场强度堪比甚至超过卡林顿事件的日冕物质抛射，就曾经以微妙的差距错过了地球轨道。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丹尼尔·贝克教授后来说，如果当时打中了地球，我们今天还在捡拾碎片。科学家在树木年轮和格陵兰冰芯中发现，历史上地球曾经遭遇过强度是卡林顿事件10倍甚至20倍的超级太阳风暴，一次发生在公元774年到775年，另一次发生在公元993年到994年。在古代，这样的事件除了造成奇异的极光和一些原因不明的瘟疫之外，对人类文明几乎没有毁灭性打击。但如果类似强度的事件今天降临到我们这个高度电气化的文明上，后果完全不敢想象。现在你再回头看太极夫人的描述，所有人造光源失效，只有蜂蜡蜡烛能发光，空气中弥漫着某种夺命的东西，禁止外出，持续3天。如果去掉宗教术语，
把它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你会发现，一场极端的地磁风暴，加上可能的电离层瓦解，加上可能的火山爆发或小行星撞击引发的大气尘埃，再加上电力失效后无法冷却的核电站辐射外泄，再加上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崩溃，这个组合完全可能让整个工业文明瞬间停摆，持续数天。18世纪的家庭主妇居然能描述出21世纪科学家才能模拟的灾变场景，这是巧合还是某种我们还无法理解的预知机制？好，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既然这个预言这么有名，为什么不指向更早或更晚的年份，偏偏是2026年？这就要说到一个近年来在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的现象，来自未来的警告。从2024年开始，社群平台上陆续出现一些自称来自未来的人，透过各种匿名方式发出讯息，声称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水岭。他们中有人说，2026年夏秋之际，地球将遭遇一次极端的太阳活动高峰，配合地磁逆转的初期波动，将带来持续数十小时甚至数天的全球性黑暗。也有人说，2026年将出现一次重大瘟疫，其致死率远超新冠病毒，而这次瘟疫将伴随着某种奇异的天象出现。还有人特别点出2026年的冬季，或者说从2026年11月到2027年2月之间，将是人类要特别留意的窗口期。这些讯息的真伪我们无法验证，但奇怪的是，它们与古老的预言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呼应。而且更耐人寻味的是，就连一些正统的非神秘主义的研究也在把2026年标为一个特殊节点。太阳物理学家透过黑子观测，估计本次第25个太阳周期的活动极大期可能落在2025年到2026年之间。地质学家也发现，地球磁极近年来的移动速度正在加快，北磁极已经从加拿大北部快速移向西伯利亚。这种磁极移动在地质史上有时候是地磁场减弱甚至局部翻转的前兆。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看看我们中国自己的千古奇书推背图是怎么说的。其实在聊推背图之前，我们不妨先想想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传统里也有类似3天黑暗的记载？熟读古籍的朋友可能会想起，在中国历代正史当中，有一类被称为日昏无光的天象记录，这些记录往往出现在王朝更迭、社稷动荡的前夕。比如《汉书五行志》里就记载过，汉成帝建始3年，昼昏日无光。这种记录在24史中散见多处。更有意思的是，道教经典《云集七千》和历代高道的谶语中也多次提到所谓赤省黑尽之灾，意思是红色的邪气和黑色的瘴气覆盖天地，让白昼如同深夜。佛家的末法预言同样值得玩味。佛经中有所谓3大劫的说法，分别是刀兵劫、瘟疫劫、饥馑劫。在一些后世的佛教预言文本中，这3大劫之间往往还穿插着一个重要的过渡，那就是所谓天地晦暗、日月无光之时。这个描述与西方的3天黑暗几乎可以直接对应。所以说，3天黑暗或者类似天地晦暗的集体记忆，其实并不是西方独有的传统，它存在于几乎所有古老文明的深层记忆里，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推背图这本由唐朝太史令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的预言书，自唐代以来被视为中华第一奇书。它以60象的形式预言了从唐代一直到未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上被称为神准，许多象都在事后应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其中一直被视为与中共政权终结乃至更大范围东西方变局密切相关的第46象。这一象的卦图画的是一位老者紧握拳头，面容威严，怒而含威，谶曰：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颂曰：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礼服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大家注意这4个字，暗暗阴霾。千百年来，历代解读者都把这4个字理解为某种政治上的阴暗，某种权力斗争的阴霾。但近年来，随着3天黑暗预言再度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如果从字面意义去理解暗暗阴霾，它描述的不就是一种天地昏暗、阴云密布的景象吗？结合下一句，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
这就更耐人寻味了。一场不用刀兵的灾难，但大多数人能够幸免，唯独某个特定的人无论如何也逃不过。这不正是太极夫人预言中那种主要夺走宗教之敌，但也会波及到某些特定人群的3天黑暗吗？再看宋词，有一君人身代公，只言我是白头翁。这位白头翁到底是谁？近年来在华人舆论界已经有过无数讨论。有人认为指的是现任美国总统川普，因为他年近80，白发苍苍，又以军事强人自居，出身于纽约军事学院。更有趣的是，一人代公3个字合起来是个夷字，暗指外邦之人与中共对立。有人则认为是别的政治强人。但如果放在2026年这个节点，配合全球局势的演变，很多人认为这位白头翁更可能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引领世界走过黑暗的那位领导者。而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则被解读为在某个关键时刻从内部发起的政治变革或清洗。结合2025年底到2026年初一系列关于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消息，尤其是涉及张又侠、刘振立等军中高级将领的调查传闻，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一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应验。还有更令人不安的解读，在传统的黄极经世推演中，2026年的年卦是天火同人卦，上干下离，干为天，为君王，离为火，为臣民。从表面看，这是个君臣和睦、上下同舟共济的好卦，但易经里面同人卦还有另一层深意，那就是大变之后的人心凝聚。什么叫大变之后？就是必须先经历一场足以震动人心的巨变，才能逼出真正的同心同德。如果推背图第46象和黄极经世的年卦同时应验，那么2026年很可能就是那个必须先破再立的关键转折。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推背图第46象所描述的整体氛围和西方3天黑暗预言所描述的场景在时间逻辑上出现了高度吻合。西方预言者说，3天黑暗之后，世界上那些与神为敌的势力将被彻底清除，一个崭新的和平时代即将开启。东方的推背图则说，在暗暗阴霾之后将会有伟大的变革，中华大地将迎来新的天子，天下重归太平。这两个预言体系，一个源自地中海沿岸的闪族文化，一个源自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文明，彼此之间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过实质性的交流，但他们关于人类命运下一个重大转折点的描述居然如此相似，这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也在这个时候被重新翻出。这位16世纪法国占星术士留下的诸世纪预言诗中，有一首被反复提及，那就是第8卷第77首。诗中写道，反基督很快消除了那3个，他的战争将持续27年，不相信他的人被杀、被抓、被放逐，血、尸体、大水和红色的雹覆盖了大地。研究者指出，这27年如果从1999年开始计算，那么终点正好落在2026年，而1999年是诺查丹马斯预言中另一个极为有名的节点，所谓恐怖大王从天而降的年份。当时美国太空总署卫星拍到的那张像撒旦脸的地球照片，至今让人背脊发凉。据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看过后，坚持要把照片发给教宗和各界宗教领袖。如果这两个预言真的形成一个完整的时间弧线，那么2026年就是这个弧线的收束之年。当然，我们必须要强调，所有这些预言的解读都建立在后人的附会之上。历史上关于世界末日的精确年份预言，从公元1000年到2012年玛雅末日，没有一个真正应验过。这种事儿你要当真，说哪一天末日，十有八九是不会发生的。但是，预言学研究者指出，真正有意义的预言，从来不是给你一个具体的年份，告诉你几月几号完蛋。真正有意义的预言，是描绘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一个文明的分水岭，然后让你自己去对照当下的征兆。而2026年，我们正在同时目睹以下这些征兆：太阳活动处于第25个太阳周期的极大期附近，大型耀斑和地磁暴频繁发生，地缘政治紧张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中东、东欧、东亚3大火药桶同时燃烧，
全球气候异常，从北极热浪到赤道寒潮层出不穷。人工智慧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改写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新兴疫病的报告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更让人深思的是，就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4月，当时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以88岁高龄去世。而根据一份流传了近900年的圣马拉奇预言，方济各正是预言中从第一任教宗计算下来的第112位，也是最后一位教宗。这份预言被认为出自12世纪爱尔兰大主教圣马拉奇之手。他在公元1139年前往罗马的途中看到一个异象，异象中他看到了从他那个时代直到世界末日前的所有112位教宗。当他看到最后一位教宗时，异象中写着，在神圣罗马教会最后的迫害之中，将有一位罗马人彼得掌管教会，他将在诸多苦难中牧养他的羊群。当这一切结束，七山之城将被毁灭，令人敬畏的审判者将审判他的子民。七山之城指的就是罗马，而罗马人彼得，很多研究者认为既可以指向某位具体的继任者，也可以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无论如何，圣马拉奇预言的意思非常明确，在方济各之后，天主教将进入最后的审判前夕。而在3天黑暗预言的传统脉络中，除了那3天的黑暗本身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会在黑暗过后出场，那就是被称为伟大君王的神秘人物，以及会在黑暗过后出现的天使教宗。根据多位天主教神秘主义者的意象，在3天黑暗结束之后，世界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净化，旧世界的秩序将被彻底推翻，新的世界秩序将在一位被称为伟大君王，或者大君主，或者被选之君的人类领袖主导下建立起来。他将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以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闻名，带领劫后余生的人类重建文明。与他并肩出现的，则是被称为天使教宗的新任天主教领袖。这位教宗将彻底改革教会，净化腐败，将天主教带回其原初的纯净状态。关于这位伟大君王，多位神秘主义者都给出过若隐若现的线索。有人说他会从东方而来，有人说他会从北方而来，有人说他有法兰西血统，有人说他在平民中长大。但所有描述都一致指向一点，他将在3天黑暗过后突然出现，如同从虚空中走出，迅速统一4分5裂的世界。而在方济各去世，新任教宗即将产生的这个节点上，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在屏息以待。如果下一任教宗真的是那位预言中的天使教宗，那么根据预言的逻辑，接下来发生的就应该是那场席卷全球的3天黑暗。这一切是巧合吗？让我们再回过头来，把所有的线索摆到一起看看。公元前1600年左右，摩西在埃及降下3天黑暗，以色列人从奴役中走出，建立新的文明秩序。公元33年左右，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大地陷入3小时的黑暗，基督教诞生，整个西方文明的轴心彻底重置。公元645年左右，唐代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第46项描述暗暗阴霾，万人不死，一人难逃。之后中华大地迎来新的天子。1139年，爱尔兰主教圣马拉奇写下最后一位教宗之后，七山之城毁灭，审判来临的预言。1555年，诺查丹马斯写下血与红色雹覆盖大地的诗篇，时间终点指向2026年。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一批天主教神秘主义者在各自独立的意象中看到3天黑暗、祝圣蜡烛、伟大君王、天使教宗。3500年的时间跨度横跨闪族、希腊、罗马、华夏、法国、爱尔兰5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而所有这些预言的核心意象都惊人的相似。一场持续3天、覆盖全球、无法用人造光驱散、外出即死，只有祝圣物品能保平安的超自然黑暗。黑暗过后，旧世界彻底翻篇，新秩序在一位伟大领袖的主导下建立。如果这只是巧合，那这个世界上的巧合也未免太多了一点。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样一个可能到来也可能不来的末日警告，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办？从预言传统本身给出的建议来看，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准备一些必要的物资，保持信仰，保持善念，保持对家人的关爱。如果这一切真的到来，
准备就不会白费。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那你也不会因此失去什么，反而因为修养心性而活得更好。太极夫人当年留下的最核心讯息，并不是吓唬人，而是劝人向善。她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灾难，不是因为上帝残忍，而是因为人类走得太远，太偏离最初的道路。如果在灾难到来之前，人们能够回头忏悔，重新找回良知，那么即便灾难无法避免，至少灵魂可以得到保全。他在异象中看到，所有在3天黑暗中活下来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躲得好，背得足，而是因为他们在灾难降临的那一刻，心中保有真正的善念与敬畏。而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建议。面对超大规模太阳风暴、火山爆发、核战争、大流行病、人工智慧失控等等任何一种可能的全球性灾变，做一点基本的准备，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手电筒、备用电源、存放3到7天的饮用水和食物、常用药品、现金、一本你喜欢的书、几根蜡烛，这些东西放在家里，平时完全用不到，但关键时刻可能救你和家人的命。如果你想更进一步，可以再准备一些简单而重要的物品，一台可以手摇发电的收音机，让你在断电的情况下还能接收到官方讯息，一些厚重的窗帘或遮光布，万一真的有某种异常天象，能够让家人不至于受到惊吓，一本纸本地图，因为当网络与卫星同时失效时，手机上的导航功能会全部变成废物，一些基本的急救包，包括止血带、消毒、酒精、纱布，以及家人慢性病必须的备用药。对有幼儿与老人的家庭来说，奶粉、纸尿裤、成人照护品，这些平时看来普通的消耗品，在危机来临时就是黄金。除了物质准备之外，还有2项很多人会忽略却极为关键的事情。第一是建立与邻居的基本信任关系。在任何重大灾变中，第一批能帮到你的，从来不是政府，也不是远方的亲戚，而是同一栋楼、同一条巷子里愿意彼此照应的邻居。平时一个点头，一次戒盐戒酱油，一句简单问候，都是在为真正危机时刻的互相扶持打基础。第二则是你自己的心理韧性。扶摇，我看过不少灾难研究报告，研究者发现，在真正大灾变当中，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活下来的，往往不是体能，不是装备，而是心理状态。那些能保持冷静，能够延迟恐慌的人，存活率远高于那些一开始就陷入崩溃的人。而心理韧性不是天生的，它是平时一点一滴锻炼出来的。每天花几分钟静坐，多读一些哲学与历史，多和家人深入交谈，这些看似与生存无关的事情，其实正是在为你储备最关键的那份心力。关键的是，不要因为恐惧而失去判断，也不要因为轻忽而失去准备。真正聪明的做法，是在日常的理性之中，保留一份对未知的敬畏。至于3天黑暗到底会不会在2026年降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就像扶摇，我自己也不敢打包票。但我想说的是，预言的真正价值，也许从来都不在于它是否精准应验，而在于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停下脚步，重新思考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在一切都可能瞬间消失的背景下，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珍惜、值得我们坚守的东西？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真的陷入3天3夜的绝对黑暗，你会希望身边有谁？你会希望自己过去的每一天是怎么度过的？你会希望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拥有什么样的回忆？这些问题比预言本身更重要，因为预言可能应验，也可能不应验。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此时此刻确实是有限的，确实是在流逝的。从摩西的十灾到现代科学，从耶稣受难时的3小时黑暗到太极夫人神秘太阳中的3天3夜，从推背图第46项的暗暗阴霾到诺查丹马斯笔下的红色雹，所有这些穿越时空的警告，也许最终想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哪一年哪一月世界会灭亡，而是一件更简单也更深刻的事情。光明珍贵，因为黑暗曾经来过，也可能再来。活着珍贵，因为生命短暂，因为明天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善良珍贵，因为在最彻底的黑暗里，能够发光的从来都不是人造的灯火，
而是人心中那一点点不曾熄灭的温度。2026年会不会真的降临3天黑暗扶摇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无论那一天是否到来，当你听完这期节目，关掉荧幕的那一刻，能够看看身边的家人，抱抱你爱的人，对他们说一声我爱你，然后好好的认真的过好每一天。因为说到底，预言之所以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翻出，并不是因为他们一定会应验，而是因为他们提醒了我们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人类文明并非坚不可摧。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电力、网络、粮食、和平、健康，甚至阳光，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们是无数偶然条件叠加出来的脆弱礼物。古人早就看到了这份脆弱，所以他们用预言、用神话、用仪式、用祷告提醒自己，也提醒后代，不要狂妄，不要忘本，不要以为光会永远亮着。而我们现代人呢，住在永不熄灭的灯火当中，按下开关就有热水，打开冰箱就有食物，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直到某一天，开关按下去没有反应，冰箱里的食物开始腐坏，手机失去讯号，夜空却出现从未见过的极光。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想起那些被我们嘲笑过的古老预言，其实早就在敲打我们的灵魂。毕竟，预言的尽头从来不是恐惧，预言的尽头是选择，是你我此刻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那个选择本身，就是我们能够对抗任何黑暗的最后，也是最强的光。